我这边也查到了一些事情，我已经隐约能够看到玄机王宫背后的真相。或许你的身世跟这王宫的秘密息息相关，我们必须从这里下手。但是想要查清楚真相，还得求助一个人。你说谁？玉衡。他已经是这宫里的老人了。作为凤璇的影子，这宫里面发生的事情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他为什么会帮我们？我与他有一个约定，只要我能帮他找到他妻女的下落，他便会在玄机王宫策应我们，尽量牵制住凤璇。其实你想查的事情和我想知道的真相没有什么区别，殊途同归。也许你我两人原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。你效忠于凤璇曲下，祸国害民，虐杀忠良，晚辈怎么配合你相提并论？是啊，是我受制于人，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被凤璇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并非是因为我贪图什么荣华富贵、锦衣玉食，只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结，一直系在那儿，而能帮我解开这个结的，只有凤璇，因为只有她知道我妻女的下落，只有她。前辈，你在找凤琪和凤无名？我知道，也许我根本找不到他们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隐在凤璇的身后做他的刽子手，就是因为他跟我说，他们还活着。我不敢不听他的话，万一他们真的还活着呢？前辈，你的女儿应该还活着。所以，他怎么会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？玉衡是玄机国紫披峰的首领，兼有护国之责。凤琪怀胎8月的时候，传说扶风雾海那边海兽肆虐，生灵涂炭，玉衡断然不敢坐视不管，便领兵南下前往雾海。结果，他错过了自己孩子的降生。是啊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5、6个月之后了，而凤琪和他的孩子都已经不见了。此时凤璇已经成为玄机的兴亡。这一切，一定是凤璇为了得到王位所为。凤琪的死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他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个凤璇除了对玄机的王座执念颇深外，对他也是念念不忘。自此以后，凤璇便以他妻女的下落、生死性命来要挟，逼玉衡留在他的身边。这玉衡虽然位列10胜，却与玄机早已立下契约，只要凤璇还待在王位上1天，他就必须听命于他。玉衡，难道就这么相信他吗？不是我要相信他，而是我不能丢了这个念想。快20年了，其实我早就不再幻想他们还活在这个世上，但是我不能断了这个念想，我连这点寄托都没有。我活在这个世上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答应你，替你找回他们。只是到关键时刻，还请前辈务必配合我的行动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和我交换什么？若她真是你女儿，我所希望的，只是你们父女团聚，如此而已。说起来，这玉衡也是可怜之人。快这边！我跟玉衡约在瑞辰宫1个时辰后见。快点！我们现在赶紧走。在哪？还想逃？
这些香存了些年头，本想等你成亲的时候一并燃了。如今看来，我也不用费心思的再存着了。侄儿啊，你怪不得我狠心，也怪不得凡儿害你。要怪，只能怪你生在玄机王室。从你一出生开始，你就应该知道，这条路上只有你死我活，万中存一。我当然知道，害你的人不是那个假医生，我也知道你死得不明不白，可是那又如何呢？玄机的凤冠上一直都是带着血的。你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亲生骨血，我怎么会真的想看着你死呢？可是你的命不好啊，你听到了那些不该听的话。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玄机王室这些烂了的人心。王位只能是一个人的。你虽然年长几岁，可是论智谋、心机、狠辣，你却远远不及凡儿。这个王位是个牢笼，更是个诱饵，自相残杀，不计生死。谁是最后的赢家？谁才是玄机最尊贵的人？你应该庆幸，跟你竞争的只有一个凤静凡，否则你恐怕早就出局了。你若是能够明白我的这片苦心，就在天上好生庇佑你的母王，让我在这个王位上做得更久一些，做得更安稳些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。上有倾血，下有浊血，表里皆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？是邪毒之兆。胡说！玄机女王永远不会中毒的。陛下错了，都是肉体凡胎，就免不了邪毒伤身，生死祸福。
退下。我有玄机荣凤内丹护身，5周之内，没有什么毒可以伤得了我。都言荣凤内丹奇效可居，可传闻有几分是真，有几分是假，想必陛下比我还清楚。再说了，穹苍的毒，也绝非寻常药物可解。你竟然下毒害我！哼，如此卑鄙，是何居心？我倒是想问问陛下，自己给自己下毒，这一场独角戏演得玄机宫中人人自危。陛下，您是何居心？不过陛下也不必过于惊慌，此毒下的浅，不至于要您的命，最多就是样子难看了点。你是皇城的太子，5州未来的君王，你不该做这样的事情啊！串通奸人谋害玄机女王，这要是传到皇城里，你的父皇会治你的罪的。5州各国谁家的王位都可以争，可以抢，可也就只有你玄机的王位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要是皇城知道如今玄机的异动，知道熔岩晶河即将断流，知道王座上的人本不该是你，那我想请问，该被治罪的人是谁？您该不会认为我会放任着你们陷害我的人而无动于衷？傅瑶是我看得比命还重的人，他的一句话抵得过你们玄机的10万金戈铁马。倘若今日我连我自己所爱都护不住，明日我又怎能护得住5州？陛下，您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猜到我的心思了。我隐忍至今只为一事，我要知道19年前玄机宫中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你休想！硕郎，他要害我，你杀了他，马上杀了他！我只要知道真相。你赶紧杀了他，马上！没想到，连你也背叛我。你杀了我吧，与其被他们暗害毒死，倒不如今日就让我死在硕郎的剑下。他们到底在哪里？动手吧！让开！公主，您不能进啊！此贼女武功高强，若您受了伤，该如何是好？此女罪大恶极，奉女王之令，现在尽快出去！你竟敢拦我！还不快把那个贼女给我押出来！贼女，她逃跑了。什么？你们这群废物，连个人都看不住吗？还不快去搜！今日把这里给我搜个底朝天，也要给我找出来！是。不二，住手！师尊，谁也别想伤害扶摇。师尊为何不可？他就是一个贱人！你可知违抗我，
适河下热。这把剑的名字，你还记得吗？魁少七星剑。这里面有天玄，也有玉衡，有你，也有我。当年我倾玄机举国之力为你铸成此剑，没想到今日你竟然2次要用它伤我。说了，你可以不接受我，不在意我，甚至也可以背叛我，但是你不能不相信我对你的好，把我这么多年来对你费尽的心思都当成是假的。我不想杀人，就这最后一次了，就这一次了。只要你杀了他，我答应你。你想知道的一切，我全都告诉你。他们都是在利用你，只有我是最在意你的人。杀了他，我会告诉你真相的。怕是已经晚了。前辈，您仔细看看，扶摇应该就是您女儿。因为她就是凤虎鸣。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告诉我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女儿到底在哪儿？我跟你这么多年的情谊，竟然比不上外人的3言2语吗？胡说，谁不会呀？他们为了夺走我的玄机王位，煞费苦心，先杀了我的王长女凤静直，现在又来下毒害我，更是站在这里妄言挑拨，给你编造出一个假女儿来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他们这是在利用你啊！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你的女儿早就死了。我知道你心疼你的女儿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我怕你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会因为失去了惦记，活不下去。说郎，这个世上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意你，即便是你怨我、恨我，我也不愿意让你受到一点点的伤害。可
是我没有想到，他们竟然利用这一点来害我，来伤害你。这样的险恶用心，怎么能留呢？我宁愿因为没有解药被他们毒死，我也希望你杀了他们，杀了这2个骗子。前辈，我答应过您，若她真是您女儿，我只希望看到你们父女团聚。这是我的答案，也是我对您的承诺。事到如今，您可以选择信或不信，但我必须先提醒您，只要我在，就没人伤得了扶摇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证明他是不是凤琪的亲生骨血。说。开香炉，燃凤胆，古法验亲。师尊，师尊是你吗？师尊，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师尊，我求你帮我一个忙，一个小忙，你帮我杀了扶摇，你帮我杀了他。你不也是想杀他的吗？我何曾想过要杀扶摇？我可以杀尽天下所有的人，但是我不会杀他。难道连师尊你也要保他？他是一个19年前就该死的贱人！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拼了命的保他？为什么？师尊，你帮我杀了他，你帮帮我！你当真不知道吗？玄机古法有训，王族血亲查验之时，当取2人的青丝云鬓，放置到染过凤胆的阴骨里。这上面说，等到凤胆燃尽之时，倘若你们2人真是玄机王室亲生血脉，阴骨里便会红光一片；倘若不是，亦或2人毫无关联，此时就会黑雾遮盖，阴云不散。这是玄机王族的古法，不会有错的。你们竟然骗害我的硕郎！你看看呀！
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一直在骗你的就是他们呢。你的凤琪死了，你的女儿也死了，你现在有的就只有我了，硕郎。硕郎，只要有他们在，玄机就不再是我们的玄机了。无极，我告诉你，在月卓渊的底下养着一只祥瑞火凤，只有带着凤凰灵性的玄机皇储，才能召唤它出现。我是暗恋而出的公主，我是玄机王座唯一的继承人，我有凤凰灵性，我可以帮着师尊。为了唤醒这只火凤，我已经等了太久了。如果佛莲能帮到师尊，那是佛莲最大的福分。只要师尊如愿攻城之后，务必帮我杀了那个扶摇，他不能活着，他必须死。扶摇，他终究是要死的，但是他怎么死，什么法子死，只能我说了算。师尊说的对，他的生死全由您定，都由您说了算。只要您肯杀了扶摇，你要突然干什么，我都可以。我这就为您召唤祥瑞火凤。快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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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子，你和谁抢王位，我不在乎，能不能帮忙，我也不强求。但是，你这是骗我、利用我，你这就是找死！前辈，您当初在穹苍玄翼的时候，可曾听闻过月卓渊的凤凰到底在看守着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玄机王座上的人若没有凤凰灵性，压制不了月卓渊的话，届时火凤凌空，大患将至。承受灭顶之灾的可不只有一个玄机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得知道，她正是你女儿。骗我！都骗我！你们全都在骗我！不要！
哲儿，师尊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别白费功夫了。能不能唤醒祥瑞火凤，你很清楚。我就是，我是寒莲谷主，我是唯一的继承人。你相信我，师尊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你根本不是玄机正统，我是正统，你就是个没用的赝品。赝品？我不是赝品，我才是正统。我不是赝品。如果我是赝品，那谁才是真正的玄机正统？谁是啊？谁有真正的凤凰灵性啊？谁有啊？丫头的封印又被开启了。玄机宫中凝结魂技的地方，便是这祭坛。这里能解开她的第3重封印。真正的玄机正统出现，是谁啊？是扶摇。这回你信了吗？玄机灵凤，浴火而生。原来这血就是火，这凤就是玄机女王，你才是真正的玄机正统。这就是我的鸡生骨肉。我终于等到了。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我原本是出生在这座玄机王宫里。
他们说我是寒莲而出的公主，因为我出生在冬日里，原本枯萎的莲花都开了。你有罪，你的罪就是生在了帝王家，从你一出生开始，就注定是个悲剧。你今日就是来跟我吵架的吗？我告诉你，王位是我的，玉衡也是我的，你抢不走。我们的女儿还没有取名字，我要留下来，等她回来。你等不了了。救我的人叫徐婉，她是母亲的贴身侍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为了躲避宫中的搜查，带着我在这加强的密室中待了整整7日。她告诉我要忘记自己的身份，从今往后我叫无名。后来徐婉被发配到冷宫，就是新来的那个婉妹子。所有的苦活累活都是一人承受。开开。尽管活得很艰难，他却用尽了心思把我藏起来，护我周全。你要是还想藏着那个小……为了保守这个秘密，忍受那些人不堪的屈辱。从了我吗？那个时候，冷宫后面飞起的莲池，就是我唯一的去处，也是我唯一能放下防备的地方。直到那天，我遇到了他。你是谁？他比我见过所有的人都好看，比我见过所有的莲花都干净。我想，他一定是这世上最耀眼、最美好的神赐了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冷吗？啊！走。我不知道那样快乐的日子有多久，也许是一瞬间，也许是一辈子。但是我知道，是他给了我希望，是他让我知道这世界还有些美好的事情值得我咬牙活下来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叫做玄灵针叶，我从小就带着。送给你，就当是你我相识的信物吧。还从没有人送给我东西呢。明天我就要离开玄机了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走，可是我舍不得婉仪。那便带着她一起走。太子殿下，我要走了。说好了，
明日天亮的时候，你们在这里等我，咱们一起走。他说要带我走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黑暗的日子就要结束了，没想到那个违约不来的人，竟然是我。给我！我不，你到底给不给我？哼，我有法子让你交出来。把那个孩子藏哪儿了？不说呀？好啊，来人，拖下去，行梳洗之刑。是。你怎么出来了？陛下，我求求你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我求求你饶了他一命吧！我求求你，我把他给你，我把他给你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欺负婉仪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欺负婉仪了。他还小，我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一并拖下去。是陛下，陛下，无名，陛下。他让他们打死婉仪，又说要打死我。有个侍卫实在看不过，偷偷给我留下了一口气。哎呦！那一天，行了行了，不哭了，我死过了一回。不哭了。那一天，我又重新活了过来。没有记忆，好了，没有过去的活了过来。怪我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这一切全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怎么会让你受那么多的委屈？怪我，全怪我。我听说，你出生那天的晚上便是如此，整个宫中花香弥漫，犹如仙境一般。我还听说，你一出生便会笑，你一笑，这花开得更盛了。可惜，可惜呀！这一切我都未曾见过。可这都怪谁呢？倘若当初我不是贪慕一个虚名，抛下你们母女，你们娘俩怎么会受尽如此折磨？什么苍生，什么天下？如果一个男人连他的妻女都不能护其周全，他即便是做了英雄，又能怎样？啊！我枉为人夫，我枉为人父啊！你一定在怪我吧？其实就连我都鄙视我自己。这双手，
曾经以忽悠天下为己任，可如今沾满了鲜血，残杀了无数的生命。我知道我丧尽天良，但却又情愿为虎作伥。你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一直都想找到你，还有你的娘亲。你想寻我？你想寻我和娘亲？你知道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我没见过我的爹娘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要我。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我自己的身世，想过站在他们面前，跟他们说，你们的女儿长大了，女儿没给你们丢人。只是我从来没想过会是今日这样的场景，所有的天人永隔，骨肉分离，竟然都是因为那个王座。王座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让你认我这个父亲。为了那些执念，为了那些天下大义，多少人放弃了自己的亲情。可是我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我今日站在这儿，我就想让你看看我。我告诉你，你们的女儿长大了，你看我长得像不像娘亲？我的女儿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拿下！妖女蛊惑人心，就连无极太子也被她迷惑了。拿下！你们怎么都不动？抗旨不遵，你们这是死罪！玄机女王，浴火凤凰的传说大家都知道，唯有带着凤凰灵性的玄机正统，才能重开祭坛，召唤月灼火凤。今日这番异象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他
才是真正的玄机正统。唐懿宗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骗子！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你只是为了夺得我的王位，不惜编造一切阴谋。无极太子，你是要亡我玄机吗？您是长辈，我本不想当众说出您的罪过，可这会儿您偏要逼我。诸位听好，这些年凤玄作恶多端，罪无可恕。我只列出其中最要紧的3点：其一，谋害凤琪母女，以不正血脉夺权篡位；其二，以凤琪母女的生死下落，逼迫玉衡将军杀人卖命，做尽不堪之事；其三，为了掩盖岳卓渊的真相，杀人无数，罪行滔天，罪无可赦。证据呢？你信口雌黄，你说的这桩桩件件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当然有。二姐，还记得我吗？凤舞，你不是早就死了吗？你是想让我印证刚才无极太子说的话，还是想让我帮你数数其他的罪行？当年是你负责追杀的，他现在就站在你面前，你还不动手？难道说你是想让他给你索命吗？你闭嘴！就是你胁迫我，让我替你卖命杀人，你逼着我丧尽天良，我这双手罪孽深重，罪不可恕。但是今日，我找到我的女儿了，这一切，我们可以做一个了结了。顺郎，我告诉你，方琦死的时候，他就像一只没有用的蚂蚁，一声不吭的就倒下了。是我夺得了王位，我还拥有了你，我才是真正的赢家呀，硕郎，硕郎。你想要认你的女儿，你还得看看我答不答应。不就是死吗？这条命，你若喜欢，你便拿去。爹，当年，他为了胁迫我替他卖命杀人，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法子，以我2人的性命作引，结下了一个誓约。从此之后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便不能违背他的意愿。我要你杀了他。这种誓约来自穹苍，牵制力极强。倘若你单向毁约，定会遭受反噬之力，危及性命。我知道。爹，既然是约定，能力自然能减。我和扶摇助你，咱们3人合力，应该可以试着破除。只不过这匕首武功怕是得要废了。一定有其他办法的，爹。不用了。今日，我知道了当年的真相，找到了你，知足了。孩子，爹
爹宁愿死，也不愿意受制于仇家，不仁不轨。不可！爹，不要！双狼！为了一个死人，你值得吗？他一直都在我的心里，一直都在。看来是我输了。天生北斗，其二为天选，其五为玉衡。玉衡连针，化气为球。自古连针最难辨，我方才是信了双郎。您看到了吗？哼，火凤腾空之日，便是邪火再生之时。很快，这五州就会重新成为您的五州，他们所有人都将成为地飞天的信众和仆从。哈哈哈哈哈哎，芙瑶姐终于找到她的亲生爹爹了，而且还是公主哎！哎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呀？这得从月卓渊说起了。据传那里守了一只祥瑞火凤，镇压了上古邪祟之物。啊，邪祟之物？总不能是吃人的魑魅魍魉吧？你听过邪火地飞天吗？你说的是那个1000年前祸乱穹苍的罪人吗？嗯。哎，这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说过。他说当年穹苍大战，祸乱人间，弄得民不聊生。但是最终呢，邪不压正，大家齐心协力才把它消灭掉，于是才有了今日的五州，是吗？这些官样文章上的说法都已经避重就轻了。当年地飞天邪火冲冠，叛军无数，当时的五州根本无力与之抗衡。那这个战局是怎么扭转的呀？一个妄图血洗世间所有生灵的邪火，即便是丢了肉身，只要它的残尸还在，就随时有可能危害五州。这么厉害？当年长青子为了能够彻底消灭邪尸，将其邪尸一分为二，再用其毕生之力把它封印住。一分为二，那残尸不是还在吗？就没什么办法把它彻底消灭吗？没有办法。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彻底消灭残尸，但只要能够阻止它合二为一，这地飞天就不会有机会危害人间。对啊，也是啊。你说把这2半残石让他们天各一方，永远碰不到一起，不就没事了吗？所以长青子把他们封印在
穹苍的无念山和玄寂的月卓渊，也就是五洲的至高之巅和至深之理。那你是说，这个月卓渊的大凤凰，看守的是那个地飞天的蚕食啊？一半的蚕食。在以往，凤凰凌空后，很快就会回到月卓渊去。只要蚕食在，谁都不能掉以轻心。但是这回怎么了？月卓渊的异动不但没有消停之势，反而还愈演愈烈。啊！但是，扶摇姐她的确是能够镇压住凤凰的玄机正统，这事儿应该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吧？啊！我担心，现在的种种异状，是因为蚕食之力已经按捺不住了。怕是无念山的那般蚕食，现在已经蠢蠢欲动。其实我觉得你不用那么担心，太子。你想啊，穹苍圣殿还有那么多的师傅呢，而且他们个个能耐那么大，就算他跑出来，也能把他镇压住吧？好，那我先进去看一下扶摇。好。小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：没有人疼的小孩，不能流泪，不能疼，甚至都不能难过，因为没有资格，也没有退路。人类只会换来更多的麻烦。人世间有那么多的不公平，人生出来就被分为三六九等，可我偏偏就是最卑微的那个。我可以怨，可以恨，但我偏偏不能忍。我一直咬着牙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变强，我要变得比那些人都强。这样我才能活下去。其实这一路走来，真的好累，好累。现在你有我在啊，有我在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能抢走你的东西。都再也不能欺负你，包括我在内。无论你哭，你笑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，陪着你到最后。你说，如果那年我爹没有带兵出海，凤轩没有杀了我娘，又或者福莲没有高明，我跟你离开了玄机，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怪我没有早点找到你，没有好好护着你。
怪我来得太晚，走得太急，对不起。不怪你。那一年，是你让我相信世间还有美好，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。现在，又是你让我相信了人心，相信老天爷并没有抛弃我。我以前总是抱怨，苦难的命运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现在我反而感谢那些苦难，让我变成现在的样子，是为了遇见你。所以以前遇到的那些，都是值得的。我愿意用这一生陪你一起到老。无论何时何地，皇天厚土，永不离弃。您真的要走了？不过是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参禅念佛。往后，兴许还会见到的。我是个双手沾满脏血的恶人，如果能在佛祖面前祈求到一个赎罪的机会，那应该是我今生最大的造化了。当真就不能再多留些时日？只要心里有1日和1000日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孩子，你记住，不管往后的路有多艰险，总归是有尽头的。能和真心爱你的人在一起，再大的难处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此生能有一个知心爱人，要好好珍惜，万万不可辜负。别像我，归来的时候错过了你娘，此生只能和愧疚相伴。朔吹飘夜香，繁霜自晓白。玉衡指梦多，祝星河历历。这是当年他写给我的信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这信，娘一直留着。后来，是婉仪交给我的。无极进宫那年，教会了我认上面的词。娘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见到您，然后告诉您，男儿当以天下为先。他不怨你，也不恨你。好生带的。
对你爹来说，这座王宫只剩下伤心和愧疚。他有他的心愿，有他的割舍和不忍。离开对他来说，或许是最好的归宿。慢点儿，当心别摔着。五哥哥，送给你的。以后别再绣了。你是不喜欢吗？还是嫌我绣的不好看？还是花纹不好看？那我现在就拿回去。我没有嫌它不好看，我喜欢。你看，你不擅长做这种绣花活，又干嘛为了我要委屈自己呢？你看看这手，这手都扎成什么样了？疼不疼？不疼。以后别再绣了。我听你的话。皇上，玄机来信了。扶摇他已经查明了自己的身世，马上就要在玄机继位了。来，你们的药，谢谢谢谢。去学药吧。好，谢谢啊。师傅，天麻没了。那你就用相同剂量的钩藤入药，或者看一看有没有山羊角。好。把这药放在服用剂上。哎，感谢神医，感谢小神医了。要是没有你们，我们全村都得死在这场灾病里啊！感谢恩人呐。月儿，我要离开这里一趟，去玄机。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立刻就要动身。至于什么时候回来，我还不清楚。如今，你的顽疾已无大碍，就算没有龙鳞甲，也不要紧，只要当心别招风寒就好了。我走了之后，你可以离开这里，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我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也没地方可去，留在这儿挺好的。这里实在有些偏僻，时间长了，对你太过于清贫寡淡。可是他们需要我啊。从小到大，一直都是别人照顾我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，会不会有一天我反过来照顾别人。直到遇见他们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有价值。有很多药材还没有备齐，还有半数的村民没能彻底痊愈，所以我想留下来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等你回来的时候，这河里面的大头虾该肥了。好。啊？红锦虾球。
等我回来，你做多少，我吃多少。撤。请加观礼。1岁之政，1月之令，贤加而服，顺而成德，敬而威仪，殊慎而得，黄狗无疆，受天之庆。承天之修，受考不忘，王叔之言，扶摇谨记。授权杖。承天启运，受命于天。我以天权皇城太子之名，授尔以神杖，正耳名玄机女君，心系五州，造福子民。多谢无极太子，玄机女君不敢忘五州。天权愿与陛下之玄机永修同好，如何？容我想想。诏曰：玄机建国已逾1000载，女王治世，民享清明。今有奉事，天命所归，至德配天，化吉草木。臣敌感佑，玄狄诏告，王凤正位，玄机作长，皇天厚土，福之佑之。钦此。